大家好，我是老吴。老吴又去看学校了。这次拜访的是一所很小众的教会学校 ，Saint Nicholas Catholic School。为啥说它小呢？因为是真的小，只有一个校区，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你说小不小？但是人家可是在 Los Altos Hills， 也就是一个很贵的区域中间的一块最精华的区域。这是他们家的鸟瞰图，可以看到整个的 campus 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绿树成荫，占地很大，总共有17个 acre。老吴在 Redfin 上稍微看了一下这附近的房子，全都是3个 million 起步的。有人眼尖的可能会问，怎么有个房子才 1.15个 million？ 不好意思，那是因为这是一个 1B 的一个 condo。另外，即便是这些3到5个 million， 其实地址都只是 Los Altos， 并不是和这个学校一样的 Los Altos Hills。目前 Los Altos Hills 上只有一幢在卖，就是这里面最贵的那个 listing price 6.9个 million， 画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内部的装修差了点，不过依旧是妥妥的豪宅。好了，说回这个学校，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学校的基本信息。这里有一部分是基于他们家的网站挖掘的信息，而另一部分是我们实地采访的时候拿到的一些。我把相关的信息糅合在一起呈现在这里。首先，自然得先有这个教堂 Saint Nicholas Catholic Church， 成立于1942年。然后在1953年的时候呢，教堂旗下成立了第一个学校，在 Campbell Avenue 那边。后续由于需求增大，就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在1961年成立了 Almonte Road 这家，就是这次老吴拜访的这个地址。我们稍微改一下看的这个顺序，先去网站上看一下他们的 faculty， 等会儿再说一下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啥的。在他们的 faculty 页面可以看到这些教职人员长什么样子，但是并没有详细的介绍，例如背景经验啥的。这里是他们的管理层。Open House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和他们的校长以及副校长都聊了一会儿，还是比较 decent、比较 nice 的人。这是他们小学各个年级的班主任，因为他们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所以每个年级也只有一位班主任。这里要重点介绍一下这位2年级的 Kelly Sanders 老师，他虽然刚刚加入没多久，但他以前可是哈克的老师，在那里教了7年。今年他为了女儿入学这所学校，就成为了这里的老师。可能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也就是说，至少在2年级，你可以用大概哈克1/3到1/4学费，享受到同等级别的教育。再看一下他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这里提到培养 whole children 的一个概念，具体他们解释到，这是要有信仰，追求学术的优异，追寻模范的脚步，要关爱他人。而对于 philosophy， 他们也提到了要遵循宗教的价值观，培养德智体情绪全面发展的小朋友。而在小朋友的教育中间，家长是最重要的教育者。毕竟呢，这是一所教会的学校，所以在很多地方他们都会提到一些和信仰相关的东西。他们的学术课程设置主要是围绕着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和 research 或者 project based learning 而展开的。而这里他也提到了他们的2个特色的 program， 一个是 buddy program， 简单的说就是把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进行1对1的配对，例如 K 的学生和4年级的学生配对，让他们互相帮助。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除了在日常的学校里可以碰到，另外每个月会有一次1对1的 meeting 的时间。另外一个是他们的 counseling support， 据说是有一些老师以外的咨询师或者是 specialist， 学生可以和他们聊天，寻求一些帮助。另外他们希望培养孩子不放弃和坚韧的个性，继而不断的在 challenge 中间学到解决问题的能力。Academic resource support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些 specialist， 会辅助你有针对性的提升一些学习的技能。Conflict management 这个也有点意思，说的是5到8年级的学生会经过一些危机处理的培训，然后在休息的时间，他们会帮更小的小朋友去解决一些他们遇到的危机或者挑战。可以看到，教会的学校里是非常注意帮助别人和分享的。具体到小学的学习环境和课程的设置，这里提到几点。第一个是 aid support，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他们家 TK 到4年级一个班是由一个班主任加一个固定的 teaching assistant 的设置来完成的。虽然我去参观的时候，一个班最多都是20多个人，但是根据校长说，人员是不固定的，最多可以加到32个人。这种有 teaching assistant 的设置，在一些学校，例如我们以前视频提到过的 Sacramento 的一个私校也是存在的。好处是它会大大的降低一个班实际的一个师生比。例如 Stratford 或 Challenger 一个班是24个学生一个老师，那么实际的师生比是1:24，而这里即便是满员的32个人，师生比是1:16。当然了，这些 teaching assistant 常常没有班主任的那种 credential， 资历还是要差一些。另外前面我提到这家是 project based， 按照老吴拜访这么多学校的经验来讲呢，一般情况下 project based 学生的自由度比较高，更容易发挥他们的个性，学生也会比较开心一些。但是呢，这种教育除了中期的评估以外，平时会比较难量化它的教育质量。这里还提到了有 field trip 来帮助学习，以及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的一些东西。另外和一般的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类似，他们也有例如 technology、music、art、Spanish、PE 之类的主课以外的课程，由单独的老师进行教授。
从学术成就展示来说呢，他们提到了，例如45%的学生 Math 是全国的 Top 10%，28%是阅读全国的 Top 10%，49%是早期幼儿读写能力全国的 Top 10%。这里呢并没有给这些数字是哪个评估体系给出来的数字，所以不好说这个数字的权威性如何。另外，他们家网站也会给出和附近的公立学区对比，这个学校的阅读和 Math 在各个年级都是有一些超过的。这个他们给出了参考的体系是 CAASPP， 也就是加州从2014年开始使用的一个针对学生 performance 和 progress 的评估体系。这个体系主要考的是 ELA， 也就是英语、语言和艺术以及数学。考试的方法一般是计算机的适应性测试，也就是说，系统会根据学生对于前面题目的回答准确性来动态调整后续题目的难度。实地考察的时候呢，他们还展示了更多的一些对比数据，例如这里是和附近顶级的公立学校的一些对比，基本上都是略高于。另外呢，中学的成绩相对比小学会更好一些。当然和公立相比，私立学校的学生本身的家庭会更加富裕，更注重教育所以可以理解很差的学生比例应该会更小一些。去他们家 tour 的时候呢，还会收到一些传单，上面也反复强调他们家特别重视数学的教育，数学成绩还不错，云云。学校的网页上稍微介绍了一下他们的 Extended Care 的 program， 包含45分钟的作业时间和一些 club， 例如 sports 有篮球和足球，有 art 例如合唱，一些表演艺术，外语正课会教 Spanish， 课后班只有中文，还有 chess 机器人之类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是一个叫 birding 的 club， 据说这个是得益于他们家巨大的一个 lot，甚至还有不少的树林，所以会有一些观鸟和学习鸟类知识的东西，这个其他学校是比不了的。当然了，这个 Extended Care 的费用是要单独交的，等会儿到了学费的部分我们再说。另外一定要注意，他们家 Extended Care 只到5点30，比大多数其他的私立学校课后班的时间是少半个小时的。最后这里提到了一下，他们家是有 Hot Lunch 的，这里提到了他们有一个固定的供应商，食物的质量和好不好吃我不清楚，需要额外付费。他们的学生大概有一半选择了这个服务，另外一半选择自带午餐。好了，下一个部分实地考察，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些 tour 时候得到的信息，这里还剩下一些。我们再利用一下这个学校的俯视图，箭头的区域就是大路拐上来进入这个学校的一个斜坡的一段路。他们家主要的停车场是校舍的正前方，还有一小块停车场是在房屋的侧面。主体建筑部分中间那一圈房子是他们主要的教室，至少1到8年级是在这边的。然后这个 wing 我参观了几个房间，是音乐和 science 以及课后班的房间，这边是他们室内的体育场。这种设施一般在私立学校，例如 Stratford 或 Challenger 是没有的，只有顶斯或者是教会学校才有。这2块是他们的室外草坪，可以做足球场，草坪一看就是有专人维护的，草皮的质量也不错。这个地方可以走下去，有一块可以活动的小树林，是他们一些课外活动或者玩耍的场地。这个就是学校坡下面的那条大路，我现在是开出去，因为我是临走的时候拍的，接送孩子应该是要开进来。虽然是大路，但是因为这边是人口相对稀疏的富人区，附近也没有什么商业，所以车辆很少，接送应该蛮方便的。这个是我站在停车场拍的，树后面就是进学校的那个斜坡，刚才箭头的那条路，这里就是主要的停车场，因为他们家人很少，所以应该不会拥挤。对面的建筑就是校舍，门口的 driveway 也很长，早晚接送应该是比较方便的。我先参观的是他们学校的外围，这是他们主要的大操场，可以看见草的维护和质量都很好，靠近的这些植物都是小朋友在各种课程上自己种的。这边是小朋友玩耍的区域，相对的隐私和安全性都蛮好的。这是另外一块草场，小一些，应该也有人维护。这个台阶就是我前面提到可以走下去到小树林区域的一个通道。最后这边又是那个大草场，另外一个角度，这边有个休息区。这个是他们的室内运动场，一个标准的篮球场，装修的还蛮好的。这里得提一下，他们学校有个传统项目，就是每年有很多次他们的8年级学生要和他们的家长有个篮球对抗赛，这个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很好的一个亲子的活动。这个应该就是他们2年级的教室， Kelly Sanders 老师正在上课，可以看到目前这个班不到20个人，加上 TA， 那么课堂上老师的师生比就是1比10，还是蛮好的。这个是他们比较高年级的一个教室，因为 Open House 的时候呢，大家都在正常上课，所以我也不好很久的逗留，学校或者教室也不好多拍，但是长得都差不多。硬件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房间的空间很大，暖气也很足。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不足的地方，可能就是教室的光线，因为屋顶很高，灯光离下面比较远，略微有点暗。其实这并不是老吴第一次参观教会学校，总体的感觉呢，教室相对会略朴素一些，学生和其他学校相比呢，会更加的内敛，整体也偏安静一些。另外呢，用这个照片为例，讲一下他们低年级，也就是 TK 到4年级，一个班一个班主任加一个 TA 是怎么合作的。
一般上主课授课的时候都是班主任在讲，学生在听，没有 TA 啥事儿。而当学生开始工作，例如写一些东西，做一些计算的时候呢， TA 就会一起帮忙协助班主任和学生。另外一个场景是自主学习的时候，例如照片里的这个场景，能独立学自己管自己的就在一边，有困难的就会形成一个像 group 一样的去找班主任或者是 TA 答疑解惑。在几个班我都看见了这种类似的场景。重点说一下他们这个课程表这是一个2年级的课程，和公立以及私立学校的课程很不相同。第一个是每天早上的8点05分到8点20，他们有一个 morning assembly 或者是 morning meeting， 我的理解可能是必须参加的。他们优先保证的是每周得有3次的 assembly， 主要是进行一些宣誓、祈祷以及宣布和公告。morning meeting 以及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进行答疑解惑，这些活动都是由 student council 主导的。辩证的看呢，这个安排是有好有不好的。好的是学生会更加自律，有更多的时间做和信仰相关的事情以及答疑解惑，但不好的就是太早了，比公立学校总体来讲可能要早半个小时左右，早起稍微会有一点点压力。另外一个不同的是，每周他们有3次 religious 的课，应该是交流一些和宗教相关的价值观、人生观之类的。这个所有的教会学校都会有，以前我参观的还有其他的教会学校每天都有这种课。虽然呢我不信教，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只要不push信仰，总体对于教会孩子自律啥的还是好的。再看一下主要的课程，每天语言课有70分钟，数学有55分钟，每周有1个小时以上的 writing， 这个和一般的私立学校相比是差不多的，甚至是略胜一点。Science 课有2节55分钟 each， 这个也是略胜于一般的私立学校，其中1节课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开始涉及到一些实验。我问了一下带我 tour 的那个5年级的学生他们现在 Science 课会涉及到一些动物的解剖。当然老吴这里也有点点疑问，因为很多的科学实际上是和神学有一点点冲突的，我不确定教会学校在教这些科学教育的时候呢，是不是会有所保留。有经验的网友可以留言介绍一下经验。 PE 课他们有2节30分钟1节，感觉略微少了一些，不知道 after school 的时候是否能补足。他们正课中间呢是有 robotics， 这个和很多以前参观过的私校不同，他们正课一般是有 computer 之类的东西，而 robotics 一般是放在 after school 里面的 club。Social Studies 这个也不同，私立的很多一般这种课会是地理或者历史来取代，知识呢应该是会有重叠的。Spanish 是他们默认的一个外语，1周1节，还有 Art 和 Library 也是1周1节。总体来讲，这些主课以外的副课呢，和一般的私立学校甚至一些公校相比略微少了一些。毕竟每周 Religious 课有150分钟，总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只能从其他的课程里面挤出来。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他们家的一些优点，例如场地。实地考察的时候呢，从他们给的资料中间还能 get 到更多，但似乎还不足以说这是个好学校。那么这所学校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呢？首当其冲的自然都是和宗教信仰相关的，例如这里的第1点提到了他们将信仰和教育相结合，第4点也提到了他们的课程是将学术和信仰、文化以及生活相结合，达到一个平衡。还有几点可以算是宗教信仰延伸出来的一些东西，例如第6点，学生要学习服务他人；第7点，孩子要学会尊重他人和自己；第8点说到会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约束的培养等等。还有几条是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之类的，这个就和普通的私立学校类似了。第10点说的是毕业生的去向，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另外一个宣传册给出了一些数字，也就是学校的一些成就，同样和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相关。第1条还是直接和宗教相关，宗教的 community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这一条也是每年学校的学生有超过1万小时的服务时间，这个很厉害，我也很欣赏。这2点前面提到过，第一个是他们家有17 acre 的地，这个绝对是牛的，比大部分私校要大。另外他们课堂上从 TK 一直到4年级有固定的一个 TA， 所以课堂上实际的师生比 Challenger 之类的评价私立还是要好的。第3个要提一下学生去向的问题，刚才没有仔细说。教会的这种私立性质的学校和一般的私立学校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私立学校 K8 毕业以后去私立和公立可能是对半开，甚至会去公立学校的会更加多一些，但是教会的学校大部分 K8 毕业以后是会继续去读教会的高中，相当于在这一个体系里面走到头。这里面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培养出来的宗教信仰和外面的非宗教信仰的体系不是那么兼容，而教会的高中应该也会优先考虑这些低年级从同一体系内培养出来的学生，形成一个闭环。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学生平均获得的学费的资助还蛮高的，接近5000。等会儿我们会再聊一下学费这个问题，这个数字接近占了总学费的1/3，还是很给力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们愿意花钱一直去提升自己的基础设施，例如过去的几年花了2.8个 million 去提升他们的硬件设施。如果你去他们家的网站，也列出了今年的一些扩建计划。毕竟是有米的教会的学校，也非盈利，所以这方面
是秒杀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几乎所有其他的私立学校，特别是那些平价一些的私立学校。其他的一些潜在优势，例如课程相关的，像是 robotics 课程、教职人员的学历、after school 的 program 等等，这些和一般的私立学校可能相当，这里就不仔细去聊了。从历史这个平台上拉了一下他们家学生的 diversity， 一共274个人。因为班级比较少，从人数上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小的学校，但是这个 diversity 在湾区来说就超级赞了，大部分是白人，亚洲学生虽然还有 13.9%， 但是因为老吴是周一去的 open house， 所以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学生里面印度人占比是非常非常少的。如果你已经厌倦了那种动辄 70%、80%、90%亚洲人，而且绝大部分是印度人的那种 diversity， 那么这个就很香了哈。和他们的 Parent Council 稍微聊了一下，貌似黄种人中间不少是韩国人、日本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小朋友。重点来了哈，谈钱不伤感情。和一般的盈利性质的私立学校相比，教会的学校它的一个重大优势就是在学费，即便是在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一年的基本学费也只有16900。另外，如果你满足一些宗教信仰的要求，还能少2000，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如果家庭有大于等于3个孩子，还能打折。再说一下 Extended Care 的费用，这个在他们家网站甚至是拿到的宣传册里面都有，只能通过询问得知。这个还费了老吴一番精力。他们有2种套餐，一个是14块钱1小时，一个是包月325刀一个月。10个月的 Extended Care 加上学费，一年的费用就是2万出头。如果大家看过老吴以前的视频，其他的平价的私立学校一年的费用大概是3.1万到3.2万左右，而如果是顶4得要5万以上。相比之下，这个价格还是很香的。刚才提到了宗教信仰的打折，这里是有很多条件需要满足的，包括洗礼，包括连续注册在同一教区，家庭的 giving 的历史之类的，感觉都要满足，还蛮难的。另外要注意，这里的 TK 和初中新入学的学生是有个 non-refundable 的3000刀的 entrance fee， 除非你是从其他教会学校转过来的，可能是为了减少学生的流动性啥的。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小学没有，有知道的朋友欢迎留言，感谢。另外还有个1400刀的 enrollment fee 来 hold position， 这里也没写可以抵扣学费，这样的话入学的第1年费用就要多个几千。当然了，他们家还是有蛮多的 tuition assistant， 网站上提到的2023年到2024年平均是6500块需要申请，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提到的24到25年这个数字是4700块，似乎是有下降的趋势的，当然也已经不少了。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去吐的时候拿到一份资料，其中有一页是他们学校的收支情况。目前为止拜访了这么多学校，大部分是靠办学来赚钱的，也有个别是 non-profit， 但这是老吴第一次看到学校自愿公开他的收支，以前去过的教会学校也没有收到过这个，那么这个学校的透明度还是超级赞的。先看一下收入，除了学费 fundraising 1.1个 million， 捐款7万7，教区的补助6.5万，投资收益40万。这里有2个数字值得稍微再研究一下，一个是 fundraising 的数字 1.1个 million， 数字相对是比较高的，对于这样一个小学校来说这个是好事。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这个钱的主要来源是在校生的家长，我们把这个总数除以274个在校学生，那么每一个家庭就得均摊4149块。这个数字呢和去年的 financial aid 的4700块相比，几乎这个补助的优势就没有了，左手到右手。而倘若你还没有这个补助，那么就意味着你得再从钱包里多掏一些钱每年。另外一个数字是投资的收益40万刀，我们假设一个收益的区间，最低的收益是 4%， 大概就是你定期的存款 CD 或者是一些国债。上限呢就按照标普500指数基金过去1年的收益，可能大概是在 10% 左右来算，那么他们账面上应该是有400万到1000万的现金，这个还是蛮好的。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支出，上个学年结余还有100多万刀，总体来讲他们的财务状况似乎是很健康的一个样子。最后讲一个潜在的双刃剑，那边的家长群体大概率是有宗教信仰的，而且相对比较富裕，从附近的房价可以看出来。例如老吴那天去的时候，和一个貌似他们的 Parent Council 的主席聊了蛮久，他也很实诚地说了一下他的背景。他的父亲是某电信公司的高管，自己是在 Stanford 毕业的，以前呢是在华尔街那边做金融，然后转做投资，兼任一些公司的高管，也去过蛮多次的中国，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不啦不啦不啦。如果你能融入这种圈子呢，那自然是好的。由于有信仰的加持，大家的 bond 可能会更强一些，那么未来孩子的校友资源也可能会更好一些。而其他的大部分私立学校的主力呢是湾区的技术工家庭，没有什么老钱，自己也忙得要死，不太可能会有很强的 bond。当然了，贫富差距、新老钱的差距也必然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大家只能自己去自行体会和评估了。不知道是不是有网友期待着最后一部分第三方平台评论，其实老吴自己呢是蛮期待的，因为这是第一次梳理教会学校的第三方评论，就像个盲盒一样。然而当我看到这整齐划一的分数的时候，我就知道完了，有用的信息不多，惊喜和惊吓都没有。
还是稍微来分析一下。作为一个已经有70多年历史的学校来说，他们家在3大平台上的评论都偏少。历史这个平台上已经算是最多的了，也才20条。而如果仔细看日期的话呢，也还能看见个别日期评论比较多，不太符合统计学的概率。上一次做完 Stratford 的系列了以后呢，和一些家长私下聊了一下这个事情，倒不是质疑造假，但是大概率可能是 Parent Council 为了维护学校的声望，偶尔会来这么一出。当然了 ，Stratford 那家的分店会更加明显一些。在 Great Schools 这个平台上面倒是有一个1星差评，提到2个问题，一个是说里面的精英家庭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这里没有仔细说，可以稍微脑补一下。由于家庭背景的差异，又或者说类似捐款时候财力的差异，会导致一些区别的对待。这个我前面也提到过，是个双刃剑，就看你能否融入，如果不能，还是蛮受罪的。另外他也提到了校长不行，由于没有其他人提到这个问题，我猜桥段可能是校长在他抱怨这个事情上没有什么作为，因此导致了他的这个抱怨。Yep 这个平台上的评论也很少，一共只有13条，不过看上去稍微真实一些。第一条差评还是同样的那个人，他在2个平台上同时 post 了一样的差评。另一个差评也提到2个具体的问题，一个是班级人数太多，他们的那个班有31个人，那么即便算上 TA， 师生的比例也不太好。我前面提到过，他们家每个年级只有1个班，每个班上限是32个人，建议申请之前呢要稍微考察一下，以及尝试询问一下学校。我当时看到的大部分班级应该是20个人出头的人数，当然不排除下一学年个别班级人数会暴增。第二个问题是反映学校的学术教育不行，需要课外补课，总体和公立学校差不多，云云。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呢，可能是一个预期差的问题。这种教会学校，它的学术自然不能和类似哈克之类纯基学术的学校相比，总体可能略好于公校，好的并不多。这里导致的原因很多，最起码，例如看一下他们的课程设置，因为里面有很多 religions 的课，那么就必然会牺牲一些学术课程的时间。只能说，如果你对学术期望很高，那就不应该来这里。稍微仔细读了一下他们的评论，特别是一些好评，还是发现了一些和普通的私立学校评论不太一样的地方。出现的高频词汇是例如 community、faith、spirit， 这些都是和宗教直接相关的。还有 leader， 这个主要指的是他们早上的 morning assembly 是学生主导的，会培养一些 leadership。还有一个词是 balance， 这主要指的也是学术和信仰教育的平衡。总的来说，如果你能融入这个 community， 而且对基学术相对佛系一些，那么总体的体感应该是会很不错的。最后稍微总结一下，因为每个家庭的状况和需求不同，很难给出统一的建议。这里老吴只能按照自己的一个权重来对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进行一个排序总结。首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距离和接送便利性的问题。他们家只有1个小区，坐落在那么人口相对密度不高的一个豪宅区，能辐射的人群范围就很有限。我这次从 Cupertino 开车过去单程15分钟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每天接送的话，如果再长了可能就不合适了。他们家那里交通相对比较方便，人也不多，学校门口的停车和孩子上下学应该也比较方便，这个是优点。第二个自然是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毕竟是个教会学校，平时教学的日常会渗透进去很多宗教信仰相关的东西，甚至家长本身也得参与。如果你很介意甚至反对，那么不要去。对于老吴来讲，我虽然不信教，但还是 OK 的，特别是对他们那种内敛互助多给予的原则还是很肯定的，送过去读书貌似也还行。第三是孩子本身个性的问题，这个在老吴个人的考量里面权重比较高。参观过几个教会学校，也有一些信教的朋友，总体这群人个性比较内敛、温顺、善良。但是我觉得要看你孩子本身的个性是否适合这样。如果他很活泼好动，容易激动兴奋，而作为家长呢，也不愿意去束缚孩子的个性，那么可能就不太合适。第四，学生和老师 diversity 的问题。这一家的学生和老师都比较偏白人，亚洲人特别是印度人比较少。如果你不喜欢亚洲人多，也不喜欢教师的队伍里过多的南亚人，甚至英语的发音都不行，那么这一家就蛮不错的。当然如果你不 care 那就无所谓了。第五，合理的学术预期。总体来看，他们家学术水平可能略高于附近的公立学校，但高出的并不多，和很多技术民工所期望的那种很基学术的私校还是有所不同的。他们还会兼顾很多例如宗教信仰、社区服务之类的其他内容，不会完全 focus 在学术成绩上。老吴自己虽然曾经也是个小镇做题家，但我目前对娃的学术的心态呢还是略佛系，只要求中上即可。那么这种学校就是可以考虑的。第六，学校的自然环境和设施。如果你希望孩子全面发展，那么这个学校的占地、设施比至少是平价的那些私立学校，甚至部分顶私还是要好很多的。那么这个就是个 bonus。但如果你只 care 学术，那么这些就都无所谓。第七，你是否愿意一条路走到高中毕业？前面我提到了，
这个教会的 K8 学校毕业，大概率是会去到另外一个教会的高中，形成一个闭环。这个有好处有坏处。如果你很想在这个体系里进进出出，那么可能就没必要去教会的学校读 K8。第8，师生比以及老师的一个素质问题。这个学校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TK 到4年级一个班有2个老师，5到8年级一个班是1个老师，而班级的上限是32个人。那么如果去到一个班接近这个上限的数字呢，就会比较痛苦。毕竟老师的精力是有限的，而老师的素质呢，自然也会参差不齐，最好能提前沟通和了解一下。第9，学费和捐款压力的问题。他们家总体的学杂费比平价的私立学校还要便宜很多，也有可能可以拿到一些 financial aid， 但是筹款的数字稍微有一丢丢担心，不知道有没有那边的家长可以分享经验。假设你拿不到这个资助，又需要捐很多款的话呢，那自然是比较难受的。第10，家长参与程度的问题。从他们家网站上可以看到，有一些活动是需要家长参加的，甚至包括 morning 的 assembly。另外我在想，例如他这里面提到的很多 student service 的 hours 是否也需要家长全程照看之类的，七七八八加起来要看你是否能负担这些时间。另外他们家的 extended care 直到5点30，那么和一般的私立学校 after school 相比的话呢，每天家长需要多花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11，家长社交圈的问题。这个学校的家长呢，应该是一些有宗教信仰的老钱或者新钱背景的人，相对比较富裕，只能说新加入的人有不适应的可能性，这个需要大家呢自行的评判一下。最后其他的一些特色，例如学校的一个 setting 是相对比较小的，这个可以是一个双刃剑，好处是所有人认识所有人，能形成一个紧密的 community， 甚至是 family。 坏处就是没有大的学校那种那么多的多样性。还有他们的 buddy program， 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年纪比较接近的这些小朋友呢，可能会比家长更容易亲近一些，小的娃也能从大娃那里学到更多相关的经验，而大的小朋友呢，也能 gain 一些比如说 leadership 咨询之类的经验。前面我还提到他们家有额外的咨询和专家咨询之类的服务，理论上是好事情，具体作用有多大，还期待有经验的家长进行一些反馈。最后的最后，如果大家喜欢老吴的视频，对您的家庭选择学校有所帮助的话呢，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加收藏老吴的油管和小红书的频道。在 YT 频道上呢，长视频会更加多一些，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